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儿带来一个全新的这个恐龙快打作品啊。这个作品呢，因为大家伙都了解，天王版啊是当前恐龙快打娱乐性质最强，也是人气最高的一个作品，就是恐龙快打天王版，俗称无限子弹版，也可以称之为恐龙快打之合金弹头版。那这个版本呢，要跟大伙儿讲一个事儿啊，这可不是说，很多人说小狼你不做过了吗？当然那个。用这个汉娜啊是比较好的，汉娜呢在背对的时候，别人打咱们的时候，那个枪有可能不会掉，但其他人呢是会掉的。所以说这个女人是比较简单的啊，而用这个其他角色比较难，尤其是你像咱们用这个白人的话啊，这个用这个白人的话，那就肯定是比汉娜要难得多。然后呢，目前来讲呢，咱们用白人是打出了这个一臂通关，就差那么一点点就一命了啊，很可惜啊，非常非常的可惜啊。但是以后呢，咱们这个康义华大神呢也是可以啊，给大家伙呢。干出来能干出一命，我们就再继续做。这个版本绝对是恐龙快打娱乐性质最强的版本了。当然了，很多人说不就是无限枪吗？有什么难的啊？但谁玩谁知道，兄弟们啊！还信那句话啊，谁玩谁知道。你玩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啊，泰森的弟弟叫泰登啊，真的是不一样的。好，这个游戏呢，咱们最高暴击呢是最高暴击的是99爆。一般打到88爆也可以啊，虽然说血量少了一点点，但是无所谓。70还可以骗，要不要骗啊？不要了，觉得70够用了，啊。好，看看你一和你还是说话就硬了，那你言语不能太硬，你再软一点啊。好，你看还是有这个四处发抖的这个，我这快点扣边上。呀！好，这个是讲命了之后的枪都不知道藏哪儿了啊，枪都不知道抢哪了。哎呦我的蛋，对吧？确实是，你看他开枪这个姿势啊，跟汉娜比就不一样。汉娜那个多屌，这个枪的弹道不是很好，你看没？调整弹道啊。好，只要出够的话，咱们就过图了啊，就打不死也可以过图了。其实呢，咱们都知道最高暴击啊，原版是40爆，这个版本的暴击加了很多啊，无论是40、4A， 还有这个什么50、60，还有什么70、80、88、90啊，对吧？哎呦，哥们儿啊，这要死啊！但是第一关无所谓啊，差一点啊，还好还有一个无限枪。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再少一把枪的话，你懂的啊，那真的是有点恶心了。而且暴击，咱们被打成35暴击了，看不看见？直接被打成了35暴击，啊，这是50暴击。好，刚才你看他那个前腿的那个姿势非常远，50爆也还好的，枪没了，啊，快死了，没事了啊，再打一下就死了。好，这一上来就看出来啊，这个人是这个确实，我操，给枪了，有大撸子枪啊，拿这个乌兹，我觉得用处不大啊。好，这背对着挨打，你看，所以说该放我的弹就得放我的弹啊，你不放我的弹容易死得很惨。可以看到还是不错的，我们感觉还是不错的啊，因为这个。第一关呢，毕竟作为入门关，你会发现它很多地方都会给你补，还给你枪，你千万不要慌啊！该血杀的时候不要吝啬，因为你打死小怪之后会给你补给，会给你补血，还有一些这个武器。刚才差点都没枪了啊！全程就是挨窝的弹啊，对吧？全程挨窝的弹，你要如果补我的弹的话就好了。可以看到可以骗啊！那有一个加血的。可以直接加到好80爆，可以了，80爆应该说是已经排名第4的攻击力了啊，第1是99，第2是对吧90，第3是88，第4是80，这个就已经不错了，这个数值啊，这个伤害就已经非常可以了啊。这个一条大河波浪宽，你这个弹幕我没看，怎么又挨揍了啊？好了，这48爆。这个不是你们要知道，这个康义华也是个老玩家了，这个天王版本我做了他不少的视频了，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啊，就他也一样，对吧？该失误的时候还是要失误的啊。泰森的弟弟叫太惨了啊。
这个我想知道这个一条大河波浪宽这个人还在吗？现在人还在吗？怎么这个弹幕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2个小时以前的弹幕啊，而且是2个小时以前的弹幕。我再说一遍啊。啊，好，48，啊，还是48，我们看看啊，88可以了，兄弟别闹了啊！好，还有一把枪呢啊，弟下不要着急啊。这88可以了啊，这已经是排名第3的暴击了啊，已经是排名第3的暴击了。他还是有点想骗的意思啊，因为这个88其实就够用。我记得他们选那个汉娜的时候，有的时候觉得70就够用了啊。不知道案子哪里没走。那你怎么会说这句话呢？就是有一句歌词就是宰下库，这应该是2个小时以前的这个，应该是2个小时以前的，没毛病的啊，相信我啊。来个弹幕4选1，我操，还有这种功能！这个大西红柿啊！我听着像快点靠边站，你们听着不像吗？啊！好了，这个舞跳的不错啊，这个舞啊，一顿左右摇摆。好了，这有一把撸子枪啊，撸子枪肯定是没有 M16好，但是撸子枪呢，这个也确实比物资要好得多的啊。好，打这个 BOSS 就是撸子枪，打这种 BOSS 啊就是撸子枪。比如说你打那个大龙，你就变身成为大双头龙的那个啊。弹幕4选1太狠了哈！啊，那我终于知道了，有的时候这个弹幕不是假的，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发什么的时候有一个快捷发送，就是你之前发过的那个，就好比那个舒服了，对吧？比如说我狼一说那个呀呀啊，你们就舒服了，然后这个舒服了就是快捷回复指令啊，快捷弹幕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好，这关。这个88啊，兄弟们要小心一点啊！88说句实话，来之不易，还能再来一个 Iron 靠边站啊！我吃的是西红柿啊，不是胡萝卜啊！这个还改版了，他这个前前腿能踢得这么远啊！好，把怪全吸引过来，这全是精英怪啊！只有一个巧克力圣代，不太好打。散弹枪可以啊，你可以这么说的，散弹枪啊。这可以计算血量的啊。好，一把撸子枪。有撸子枪，哎，直接把龙撸死，看，这一把龙就撸死了，你看，直接撸死了啊！来第4关啊！哎，我的蛋！还有我的蛋，还有靠边站是吗？好，再看看啊，小狼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！其实这个就是散弹枪啊，我们叫杀撸子。这个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武器，就是当时玩反恐精英的时候啊，咱们那时候不叫 CS， 叫反恐精英。那时候这个反恐精英你们没发现吗？反恐精英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2B22，B21是那个
咣咔咔，咣咔咔啊，22是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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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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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吧？你玩求生之路也有啊，求生之路也有这2种枪啊，连发撸子啊，那6发子弹的撸子啊。B22，我就小时候叫 B22、B31、B46、B46、B31，茄子土豆大辣椒。那时候买雷是用欧买，O3、O4、O5是吧？有那个闪光弹，啊，有那个正常的雷，还有烟雾弹。有的机器配置低，放烟雾弹之后，那个屏幕都卡了，太狠了啊！好 ，Final Order 战，这都是翼龙啊，这是瓦能，对不对 ？B31，那时候很多人喜欢用那个，因为 B31弹道可能打的比较近是近了点，可能打的比较稳啊，那个准星不跳，啊，准星不跳，啊，这个位置一直杀撸子就行，啊，站在这个位置上一直撸就可以了啊。然后除了这个事儿之外呢，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啊，就是比如说比较常用的是 B43，就是那个井的那个武器，对吧 ？B41就是 AK，B43呢还能加那个消音器啊，很多人愿意加消音器啊。然后再有的枪就很多比较嘚儿的枪，比如说 B34应该就是乌兹枪啊，就是咱们这个游戏的那个乌兹啊，就是现在看没看见那个寿司牌正下方那个。就是这个马云手里拿的这个枪啊，就是 B34 呢是一个那个弹夹是可以露出来的，B35呢这个弹夹是很长啊，可以直接插上去那个。最狠的是 B46是吧 ？B51太狠了啊 ！B51我就从来没见过有人愿意用过，但是用 B51有个最牛逼的就是当时我记得玩那个丧尸模式啊，僵尸模式。啊，这个僵尸模式的这个买那个 B51，然后呢，后来呢觉得 B51太猛了，然后官方又加了一个最猛的，就是有点像加特林了，200发子弹啊，那操那个打僵尸过瘾啊！很多人说这在干什么呢？没干什么，他在等怪，因为打得太快了，那怪还没刷出来啊，所以说是这个意思的啊。啊，就是这个，对吧？当。B47连发机，那个狙击步枪也是啊。你小的时候，咱们玩《求生之路2》的时候也有这些枪的，对吧？你玩《求生之路2》也有这个，对吧？那个连发狙击枪和单发狙击枪的都有的啊。好，这个炮。有的时候卡着位置啊，有的时候他们刷这个怪最嘚儿的是，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刷的，你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刷的啊，他就是说那种就是凭空刷一个怪。好，龙虾，波士顿龙虾啊。这个刚才那个头像你们没看见，真的像我初中同学的啊，挺像我那个初中。我那初中同学说句实话，长得挺帅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比我还胖的啊！就是我以前200多斤，我觉得我很胖了，他其实比我还胖，我操！好，前面几关还好啊，咱前面几关还好，你感觉这个白人他的这个攻击力还是蛮高的。白人的攻击力呢，尽管他是88暴击，但是呢，他这个88暴击已经是仅次于这个麦斯，也就是肌肉男的了，所以说他的攻击力是蛮高的啊。52的战，恐龙蛋啊，这小恐龙蛋，你看啊，就感觉好像这帮人烤恐龙蛋吃呢，对不对？子弹怎么往下打？他弹道不好的。哎呦我这绿了吧？这个昆山龙哥是绿的，我靠！啊，这个绿的是真的好看啊，绿了吧唧。大哥开枪呢，你们这个恐龙睡不醒了吧？这恐龙睡得倍儿巴的啊！好，赶紧靠边站啊！你有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装逼，你能找靠边站就靠边站，你要不找靠边站，有可能就枪被打掉了，你就再见了。
好。欢迎科本站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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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我们看看啊，不玩啊，不接赞助啊。好，我们看看突突就完了啊。这个天王版啊，我感觉就是最有意思呢，就是在于什么呢？就是很多人愿意看啊，它人气高是因为看翻车，但是事实上呢，我个人感觉啊，就是说，这个游戏是需要背板的，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说啊，一命通关太难了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所有高手都可以打出一命通关的时候，这个游戏的制作者就开始逼逼赖赖，他就把这个游戏加一点难度，比如说加一点怪或者少一点补给。你不要小看他改动啊，这点改动，他越改越难，让你一点失误的机会不能有。比如说你只要失误就必死，只要失误就必废，对吧？你就一命就没了啊。所以说一旦呢几乎所有人都打出一命的时候，这个作者就会更新。这个天王版已经更新了好几次了啊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小狼你以前做过这个一命，你怎么又做一次？第一，它更新版本啊；第二，可能是咱们还换人物了。比如说，你看这个白人，对吧？到目前为止啊，前面几关还真挺难的啊。好呀，对这个版本确实改的不少了啊。因为有时候呢，很多人说那改的再多，就我突突就完事儿了吧？哎，真不是。你有的时候你不血杀这些怪还真挺赖。你像那个第一关那个 BOSS 那个怪，它可以第一时间起飞，有一定的无敌判定，飞过来踢你一脚，这个是很恶心的。而且还有最赖的是那个马云，那个马云啊，他没变身之前，他可以撇石头，可以扔雷，啊，最狠的是开枪打子弹，他开枪打一个子弹特别快，而且呢，能见度非常低，一定要判断他的动作，然后选择 AB 血杀来躲这个东西。一旦自己被打了一下，枪掉了，那对于你来说，有的时候就是必死啊，有的时候就必死。那再就是那个什么死亡图书馆、死亡电梯，外加这个最终那个第7关的那个地方啊，都是有难点的啊。然后呢，最后一关呢，刚开始也特别难啊。血杀不能吝啬，但是呢又不能浪费，这玩意儿你得把握好这个度啊。该背板是要背板，知道吧？啊，不背板是不行的啊。它为什么可以移动射击？因为本身就可以移动射击啊。比如说你要正常的话，它应该是选择连发的啊。它是选择了连发的。什么叫连发呢？就是这个，它不是摁住的那种啊，你摁住拳，这个没意义。它可能是连发，我不是摁住的，我是让它一直点，啊，一直点的开枪。好，这是马云变身。这里面这个血杀你会发现非常赖啊！你看他一直喷那个生化液。他喷那个生化液呢，你去这儿 AB 血杀，好了，直接突突死了啊！好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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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关一上来给的是M1917美国制史密斯维森啊。M1917美国制史密斯维森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改变命运的道具 ？M1917美国制史密斯维森啊，还是给我一个打败炮火的道具吧啊 ！M1917美国制史密斯维森，我操，这个枪就是史密斯维森啊，左轮枪啊，左轮手枪。对吧？你还是让我给我一个治便秘的道具吧。M1917美国制史密斯，你不能给我换一个啊！操，太嘚了啊！好，马格南那是玩那个什么？我就玩那个叫求生之路2里面有那个马格林南是吧？那个枪一打就能把人打碎乎了，都这样啊，确实能打碎乎了。你们没看过那个哆啦 A 梦那个吗？不是，你们没看过那哆啦 A 梦那个，就是应该那个叫什么雀巢吧？那个 UP 主叫雀巢，
对吧？那个 UP 主叫雀巢，他做的那个啊，这个给我乐屁了啊！这确实挺逗的啊。马格林南应该是那个是吧？啊。啊，不来，我刚才说过了啊，这个空虚方丈我不打的啊，我打不过他啊，打不过他啊，但是呢，打不过他不是最主要的啊，主要是不想打啊。好了，我们看看现在这个 Iron Garber 战啊，这里面呢不用害怕这个怪多，你看一直血杀就行。这个有的是补啊，但是你觉得为什么他不用枪而选择用血杀？因为地下的东西太多了，对吧？你血杀的话，你可以不捡这个地上的东西，但是你要 A 或者你开枪，你要躲这个位置，突然地下有2个补捡，这时候他打你是怎么办？所以说该血杀的时候是要血杀的啊。好，看看这边直接就一顿突突啊。其实你赞助我俩打有什么意义呢？好看呢还是咋的？我就觉得没啥意义啊。这种事儿是徒劳的，我以后也不指望这玩意儿吃饭啊。咱也互相的不为难谁，好吧？不想打，我本身也不是玩的好的人，对吧？我也不想打，我也不想凑那个热闹，也丢不起这个人，对不对？咱就不玩了啊，是吧？这个无论是你是赢了也好，是输了也好，他都在97这个圈里面。他显现不出来这个事儿，你问我也没有，我觉得没有意义啊，不想打了啊。那大概是这个情况啊。他不是打过打不过的问题啊，这个打过打不过也不想打啊，不想打了，兄弟啊。好，我们看看还剩下最后一个怪啊，这个怪呢你们都不知道是啥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个怪是拉什梯，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拿链球的那小子啊。好，我们看看，哎，就是他，你看。名字叫拉什梯点儿，是吧？啊，没毛病啊。好，看看直接过图。那这个马格林南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加一个林字啊？这个马格林南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看看一顿突突啊。我跟你们讲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犯不上，我干嘛呀？就是咱们的主业是干什么？解说，你就好好解说就完了呗啊！你就有这个必要，就是非得好像整点啥似的啊，对吧啊？好，我们看看，死是死了啊，但是呢，你要看这个附体的这个啊，附体的这个先附体胖子，一会儿还要附体那个第一关的 BOSS。其实这个88的暴击用白人的话呢，其实我在想，如果用那个肌肉男用麦斯，那麦斯如果打出99的暴击，那伤害得多高啊？那伤害得多高啊？对不对啊？相当高了啊！好，我们看看，你说的双截龙和天外魔镜我都做的很多了啊。双截龙和天外魔镜我已经做了很多了啊。天外魔镜呢是一个格斗游戏，你也不能老做速通，老做那种摊分什么的啊，对吧？你要做，你只能做对战，但是又没有人玩，又没有像样的比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就不扯了啊。好，来看看第6关啊，前面6关呢其实还好，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你看，没准第1关还难一点呢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第4关之类的，这个就已经算过关了，只要出怪就会自动死。一会儿呢，咱们还有一会儿还有第7关，第7关是整个游戏当中最难的关，无论恐龙快打啊，就是无论是哪个版本，都把第7关设置为最难的关。而且再有一个呢，就是第8关的开头稍微难一点，只要过了第8关的开头，基本上就没说的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好，我们看看这边是88的暴击啊。不是这个，咱互相不得罪人，好吧？你就是我说了1遍了，说了2遍了，我都说了3遍了。好，我们看看，现在是直接一手森林啊，这是来恐龙实验室，看不看见？一顿解剖恐龙啊，一顿解剖恐龙。好，来看看，一顿突突啊。这个猴子感觉跳不起来。这里面有几个我研究了一下，有几个非常恶心的怪啊。马云那个 BOSS 算一个，然后呢，这个第1关的 BOSS 算一个，然后再就是哪个呢？再就是那个
啊，就这个变身的这个东西，它可以在 Y 轴上吐那个酸液，吐这个粘液啊。好，来吐吐啊。现在怎么说啊？这个路子呢是比较野的啊。好，我们看看。当然，其实最难的，我觉得还是地图小，然后怪多，然后满地图就怪还爆东西啊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最烂是怪还爆东西，它不爆东西还好。现在我巴不得怪不爆东西，它一爆东西，哪怕有的时候爆的血也没啥用，再爆点什么吃的那个分什么手表啊、钻石啊，那个老灯了啊，你爆那个东西，然后你会发现你开枪都开不了。你看，比如说有东西你不小心捡这个枪了吧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手雷啊，还有这个什么尤其是分是最没有用的。啊，对吧？你给个补，咱说难听点，我最起码加个血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回旋镖队长也算啊。好了，感谢我们的黑铁头啊，这长时间不来，一天天的来的啊。好，来看看，不是你们敢说他长得不像马云吗？不，这个事儿吧，有的时候吧，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。你说长得完全一样，那我觉得那肯定不是。但是你就说，就是这个第4关那个 boss 啊，第5关那个 boss， 就是那个就只能变成小龙的那个 boss。你说他长得就扔石头拿那个扔手雷，你说他长得不像马云吗？你敢说不像吗？相似度高低在85%，真的像啊。好。一顿突突啊！好，我们看看现在啊，他开枪快应该是用连发开的枪，他用连发开的枪，不是用那个什么开的枪啊。好，这地方又是有拖怪啊。一会儿是死亡电梯啊！马云可没长1.32米，1.32米吗？这个是宋小宝，这是宋小宝这个啊，但宋小宝有点秃了，有点啊。宋小宝这个有点牵强，是不是？那你说那个谁，就你选那个穆斯塔法，也就是黄帽。你选黄帽，然后通关之后不有一个大头贴吗？啊，告诉你啊，这个人搁这说话，那个人长得像不像李云龙？像不像李幼斌老师？就连演那个李云龙那个人，像不像？咱实话实说啊，真的像啊！尤其是他还戴个帽子，就像那个李云龙戴八路军那个啊那个灰色帽子似的，形状都是一样的啊。啊，死亡电梯啊，这个就是俗称死亡电梯。你看他爆很多分，看不看见？爆很哎，我操！踢了一脚，兄弟们，踢了一脚，然后咱们还是88，看不看见啊？有披萨，不过最好不要去吃啊，这种情况不要去吃了啊，完全消停了再去吃了啊。连发 A 加拉钱怎么老出前 A？ 你那个是摁住的那个连发，他是一直在点，他应该是一直在点，你那个是摁住了啊。我也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摁住了之后呢，左右就会有时候出前，而且还会出一个前手、前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我后来发现他开枪应该是选择这个连发的，就是说白了，他这个连发是一直在摁，而不是摁住的那种连发啊。白人长得像那个也不像，你说那个裘笑痴，那个裘笑痴不像啊。好，这88暴击啊，确实狠啊。这个射速，原本的那个摁住的射速绝对是没有这个快的啊，原本摁住的射速太慢了。好，存一把枪啊，留存一把枪。
高义，你这个杂碎啊！赌神的弟弟啊！你说赌神的弟弟啊？我以为赌神的反派那个赌神2的反派，赌神1的反派是那个赌魔陈金城啊，然后赌神的弟弟叫高义，对吧？那个龙方那个演员名字叫龙方啊，现在人已经去世了。你看，突然一发冷枪，看不见啊？这个马云啊，他会突然一发冷枪啊，非常的赖的啊！你看这个就是马云，你看长得确实像啊，你看，有点像那个马云营养不良的时候啊，真的是马云营养不良的时候。给声面子叫一声南哥，不给面子什么都不是。南大哥是吧？什么？我输不起？那个叫老克的那个演员也挺有意思的啊，过去瞅那个赌神的牌，让赌神回头瞅一眼，然后他赶紧就让开啊，贼有意思啊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先200吧。啊，底注都1000了，你交200，我说的是200万啊。S 啊，你要不跟的话就盖牌了啊。底牌是一张小2啊，对吧啊？高傲才是赌神，高傲那是那个少年赌神。其实少年赌神挺好的啊，那个亮亮演那个女主，然后呢，这个那个谁来着？那个梁咏琪呢，虽然说好漂亮，但是梁咏琪呢确实是有点微嘚儿啊。有损玉女形象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第7关 BOSS 数了啊。先是一个还要靠边站啊，必须得先靠边站啊，你不靠边站容易死，再靠边站。好的，你看左右枪，先打死一个，打死一个就会把屏幕小怪刷掉。啊，还有那个幼体，看没看见？一顿幼体啊。好，哎，到目前为止都没死啊，那你说他是咋死的呢？你猜啊？少年赌神他那个游戏就是架空了，那个不是那个剧情架空了，那个龙武他那个就说认识的就不是通过那个上山先生认识的，那个龙武就是通过那个他通过那个谁那个亮亮认识的啊。但是黎明，我跟你讲，黎明啊，说句实在话啊，4大天王里面，给人一种感觉，黎明的存在感是最低的。为啥呢？黎明呢，虽然说是这帮人当中啊，长得偏帅的那种类型，他是哪种帅的？就是长得比较素净啊，比较素净那种帅。你说跟郭富城比，跟跟郭富城比少了一种俊俏，跟刘德华比少也是少俊俏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他可能长得比较稳重。然后再加上呢，他唱歌的跟这帮人比也不一样啊，风格都不一样。然后呢，这个黎明，我觉得是啥呢？我觉得就是演戏啊，也一般化啊，也一般化。我爱黎明，我爱黎明，黎明确实是啊。现在这个以前都认为郭富城是最弱的，因为郭富城唱歌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牛逼的啊。然后呢，跳舞虽然说厉害，但是呢，是吧？但你现在想一想，那个郭富城的歌都还不错，然后跳舞呢也是1代5王。同时呢，郭富城呢，这个现在在那个电影界当中也确实是有点东西，对吧？啊，也是有点东西。好，来看看怎么说。现在这个等着刷啊，现在正在等着刷。噔。黎明那个时候有很多电音，对，我那时候最喜欢听的是那个 Happy 2000，还有什么全日爱，是吧？还有两个名字，一个是国语的，一个是粤语的。好，来看看，还剩下这么个怪啊，那个宋小宝这个脑袋瓜子还挺灵巧啊，有点像亨利啊。对，爱上他并没有关系，反正我是什么
每一天都会什么什么的啊，好像我也不知道，他确实是电音比较厉害，但是呢，也比较口水歌吧，主流圈里面觉得还是差一点。那时候我记得听那个什么歌，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对吧？好像是有这么一首歌。还有那个叫什么大城小爱，是不是啊？也有。啊，没有卡，他就是打得太快了，还得等一个怪出来的啊。好，雷射电光枪。我一直以为大师兄是黎明，那个大师兄叫林建斌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叫林什么斌？林国斌。那个演员他跟那个梅艳芳处对象啊，他跟梅艳芳是处过对象的，知道吧？好的，哎呦我天，咣！我不是针对你啊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乐色啊，就是感觉那个柔道部主将黑熊是真的有点东西啊。柔道部主将黑熊那个演员净演反派，哎，也挺有意思的。你说柔道部主将黑熊，最狠的是剑道部的主将啊，他出剑快如闪电啊，对吧？西洋拳的主将，他击出去的这个右拳能有800多磅啊，最狠的是啊。哎，你看这个箱子，这个永动机啊，这个箱子，你看这个箱子可以一直给它咚，哎，精神病啊！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反派啊，跟大家伙讲一下，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反派，比如说演那个《古惑仔4》里面那个生番的那个演员啊，演生番那个演员呀，特别有意思的啊。然后再就是像刚才我说的这个啊，还有就是那个周星驰演那个济公里面那个恶人，对吧？就是《倚天屠龙记之玄冥二老》里面其中的那个啊，那个也是武术指导啊，也就是那个应该是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，《龙的传人》吧，是不是打台球里面他那个师叔，那个演员叫啥我就突然忘记了啊。生番就没演过正面人物，其实生番还是演了点正面人物的，比如说在那个《百变星君》里面演生番那个演员，他就演了一个老师啊，戴一个那个工地的头盔，跟周星驰两个就是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，梁家仁啊，应该是啊，东莞仔，常威也演过好人啊，对吧？对吧？那个人最开始叫倪星，后来叫那个什么，后来叫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叫邹兆龙啊。午夜凶杀？什么叫午夜凶杀？我操！我没有录像啊，有录像可以做啊，没有录像就再见了啊。好，看看，他那个开枪是走的滑步，好，慢慢往前拖，慢慢往前拖啊。他这个前沿腿加长了，看不看见？而且加快了，比原版快了。好，就慢慢往前，慢慢往前啊！突然就出现一球的人，你看，哎，对，然后赶紧靠边站。你看，我操，这个有点难度啊，这个地方啊。好，88，血杀一点。好，对吧？哎，你看没看见？啊，就这么就死了，看不看见？啊，
这太惨了啊！这就是我跟大家伙说的啊，这怎么叫一个字儿惨啊？但是他最狠的是一下来暴击是80的暴击，我操，也是醉了啊！一下来的暴击是8级的暴击，我操！好，这个已经是无论怎么死都不会死的选手了啊！啊，死完了还能继续，但是我就说这个意思啊。被打也是然后还能再站起来啊！而且还能站起来，这就已经通关了。但是刚才这个人死的确实太惨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死的确实太惨了啊！这就是所谓的一臂通关，就差那么一点。其实最后这个地方呢，看起来难，只不过是他还是那个在血杀的时候没整好啊，没掌握好。所以说老康啊，最终也是老康也是最终呢没有实现一命通关。但是我觉得一命通关指日可待啊，我们期待他下一部作品吧。那不多说啊，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